这是在以色列城市雅什基伦上空的震撼画面。雅什基伦在哪里？路途是位于以色列南部的一个沿海城市，距离加沙地区非常的近。经测量，最近的地方仅仅只有5公里。而视频中所呈现的，刚好就是哈马斯从加沙地区发射的火箭弹被以色列的铁穹防空系统所拦截的场面，实属难得一见。在21日，巴以双方停火之前的长达11天的冲突中，巴勒斯坦共向以色列发射了4000多枚火箭弹，而以色列单方面宣称其铁穹系统的拦截成功率高达90%。该系统一时名声大噪，成为一款世界关注的焦点武器，风头甚至盖过了此前的美国爱国者3反导系统。那么这个铁穹到底是何方神圣？以色列又因何打造？接下来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在介绍铁穹系统的性能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它反的到底是一种什么武器。巴勒斯坦所发射的几千枚火箭名字叫做卡桑。我此前给大家介绍过中国的东风、美国的民兵、俄罗斯的萨尔马特或者白杨，这些大家都很熟悉。而巴勒斯坦的这款卡桑却鲜有人知道，原因是它的优势并不在于射程、精度和威力，而是价格。正所谓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打仗烧的就是钱。现在一颗导弹动辄造价都是100万美元以上。前段时间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时，每拦截1枚胡塞发射的飞毛腿导弹，沙特方面就要射出4至5枚爱国者3进行拦截。飞毛腿的价格1枚50至80万美元，而爱国者3则高达300万。这样每拦截1枚飞毛腿，沙特就要花费超过1000万美元。而更要命的是，还无法保证能被拦住。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的爱国者导弹成功拦截率在30%到50%之间。不过五角大楼却称，爱国者拦截飞毛腿的概率超过了80%，毕竟人家还是要外销的嘛。那么这次巴勒斯坦所采用的卡桑火箭弹优势在于价格，那么它多少钱一枚呢？竟然最高只要800美元，这无异于白菜价。卡桑导弹怎么来的？2001年开始，以色列计划沿1967年战争之前的以巴边界修建高8米、长约700公里的安全隔离墙，用以阻止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成员渗透到境内实施袭击。巴勒斯坦为了应对，着手研发一款可以越过隔离墙直接攻击以色列的新式武器，这就是卡桑火箭弹。卡桑的构造可谓极其简单，战斗部使用3公斤左右的 TNT 或者硝酸尿素填充的弹头，弹体则使用铁管和金属片焊接，固体火箭燃料则是硝酸盐化肥和白糖等一些简单原料制成的混合物。生产技术如此简单，难怪造价只有800美元。卡桑设计的目的也正是使用简易的工具和组件，就能达到其易用性和生产速度。卡桑火箭至今已有4代，卡桑1射程3至 4.5 公里，卡桑2最大射程12公里，卡桑3则为16公里。最新的卡桑4型最大火药装填量增加为1000千克，最大射程也提升至17公里。对于刚才提到的加沙距离以色列南部城市雅什基伦最近5公里，距市中心也不过10公里的距离而言，这种制造简单、价格低廉的卡桑火箭弹最合适不过了。而且发射也极其简单，一个固定发射架或者汽车甚至3轮车上就可以发射，单兵即可完成。但这种火箭弹却没有任何制导，精度可谓奇差，只能用指南针和地图来测定方位，这种精度也就是个大致方位，至于能命中什么目标就全凭运气了。不过哈马斯使用卡桑本来也不是要命中什么特定目标，就像抗日战争时我们自制的土制地雷，其实也炸不死几个小鬼子。卡桑也一样，其心理威慑作用要远大于实际杀伤力。2006年第2次黎巴嫩战争期间，以色列城市共遭受到了超过400枚卡桑火箭的密集轰炸，结果造成44人死亡。甚至还有一次，以色列受到卡桑火箭轰炸时，结果防空警报拉响后，居然有100万人躲进了防空洞。对于军事强国以色列来说，卡桑火箭无疑是技术含量不能再低的武器了，但要用爱国者导弹去拦截价值仅为万分之几的卡桑，也的确不太划算。再这么下去，以色列要被周围的阿拉伯人玩惨了。于是铁穹防空系统的研制计划被提上了日程。大白王防空天盾的铁穹防御系统是由以色列拉斐尔公司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开发，并由美国提供部分财政和技术支持。其名取自钢铁苍穹之意，主要是用于拦截5至70公里以内的火箭弹，
明显针对卡桑量身定制。该系统有多个炮台，每个都配有雷达与追踪系统，会实时监视飞向以色列的飞行物是否有威胁，并追踪其飞行路线。一旦发现对人口密集地区或重要设施形成威胁，便会发射导弹进行拦截。除了针对卡桑这种火箭弹，铁穹系统还可以拦截射程在70公里左右的榴弹炮以及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等。雷达是由埃尔塔公司提供的 ELM2084， 是一种 S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一次可以同时跟踪大约200个飞行目标，并可同时对40个威胁最大的目标形成火控参数，并引导拦截弹实施打击。作战管理系统由 Empress 公司研制，系统可以计算火箭弹的弹道轨迹，并确定落地点。如果是重要目标或者居民区，则会启动拦截，但如果是空地，则不会启动，因为一枚拦截弹即便比爱国者导弹便宜得多，但也要4至8万美元，相比几百美元的卡桑还有100倍的价差。所以为了成本需要，拉斐尔公司将铁穹系统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拦截弹则为拉斐尔自行研制的塔米尔弹，一个连共配备120枚。塔米尔弹长度仅3米，直径仅有160毫米，发射重量仅有90千克，可以用小巧玲珑来形容。最大射高4000米，最大射程15公里，可以保护面积为200平方公里的圆形区域。那么它的拦截成功率到底有没有以色列吹得那么神呢？一项数据或许可以提供参考。2011年铁穹防御系统正式服役前，平均每1枚火箭弹打到以色列就有 6.7 次保险索赔，而到了部署之后的2012年就下降到 2.9 次，2014年更是下降到 1.2 次。可见铁穹的确起到了有效防护的作用。但至于是否有以色列军方宣称的 85% 以上，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有过爱国者导弹经验的美国专家认为 40% 已经是人类科技的极限，而另一位以色列评论家则认为只有 10% 左右的命中率。但不管怎样，此次铁穹的优秀表现还是惊艳到了某些人，比如中国的东南某岛。台湾诸多名嘴建议可以引进铁穹来抵御解放军未来解放台湾时的火箭弹袭击。不过此种异想天开的实际可行性近乎为零。首先，台湾海峡最近130公里，覆盖全岛最远不过400公里，解放军有多种武器可供选择，短程东风快递不就是为其量身定做的吗？为避免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弹道导弹的精度更高，而其末端速度也比火箭弹快得多，小巧玲珑的铁穹拦截起来实在勉强。而即便解放军用火箭弹攻台，也必将是饱和攻击，万箭齐射。试问台军又能买得到几个铁穹防空系统呢？最后，如果台湾真的想买，以色列敢卖吗？不怕中国送几个原火给哈马斯玩玩？而且以色列的老大哥美国也不肯啊。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军火市场冤大头，台湾不遑多让，有凯子王之称，你铁穹敢跟美国的爱国者竞争吗？所以综上所述，台湾购买铁穹的议题确实是不切实际的 YY 而已。所以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台湾还要继续向爱国者3里持续扔钱了。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